一棵小草，一枝小花，代表的是一个宇宙。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。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飘飘飘哥，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，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。今天的脑洞有点大，先打个招呼。信不信全由你把握，爱不爱全由你操纵。今天咱们来分析一下印度神童阿比亚阿南德的最新的4月25日的视频。一个他讲到的耐人寻味的观点就是自然疗法，而且由此引出了中华中药。关于对待神童的观点，我们在同声番的完整版分享过了，这里不再赘述。而阿比亚讲的土木合相及2021年的6星连珠，导致这一年更加凄惨。这一幕其实正在印度上演，单日感染病例超过了38万，这也让阿比亚再次呼吁保持心态健康，接近自然，增强免疫力。这一集就他说的自然疗法观点来聊一聊，自然疗法到底有没有用？这个观点竟然和我们的大一统公式推出者于哥近期的观点相一致。另外，开扯之前提一句，最近的外星人 UFO 和月亮的视频过瘾吗？我还不能确定在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，月亮和 UFO 的视频是否已经和大家见面了，但是无论如何一定别忘了把链接传给你的闺蜜，因为太震撼了。我们的目标是把月亮转成100万灵性大生。 OK， 飘回正传。如果你说飘哥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但是我和于哥的脑洞相比差得太远了。于哥的理论如果不了解他的人听后会被吓死的。做个比喻，先有个思想准备哈，喝水的别喷了。我相信你肯定会自言自语自信的说，我啥没见过，能让我喷那是根本不可能的。那我们就打个赌，把杯子放到嘴边，而且嘴里还要含一口水。开始了哈，就这样。于哥的观点来了。第一，人类发明汽车是一种不思进取，或者称是一种倒退。观点狠吗？不狠是吧？ OK， 下一个，人类应该是会飞的，而不是像汽车一样在地上爬行。为什么在地上爬行是倒退？因为在狗的眼睛里，其实汽车就是不伦不类的蜥蜴人。 Oh my god， 蜥蜴人还有这样的解释，狠吗？喷了吗？这里所说的在狗的眼里没有骂人的意思，大家一定要理解，就是说在其他的动物生物的眼里，汽车就是蜥蜴人。 OK， 下一个更狠的，第三个哈，那个啥，我就真的说了啊，就那个啥了啊，牛顿那个奠定了经典物理的3个定律的 guy 根本不懂得力是什么，根本不知道力的由来。 Oh my god， 狠，喷了吗？于哥的脑洞老狠了，大家还想听吗？想听的话呢，在下方留言，我可以一点一点的把于哥的其他的语录和故事给大家进行分享。那么我来分享一下近期他在网上的一些观点。他认为天下的真正的知识，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，都应该是共享的。这也和霍皮人所说的对上了。霍皮人是这样说的，说是人类只有共享星空下的真正的知识，才能够渡过难关，进入新的文明。于哥认为人类的文明可能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前就有，或者是轮回着，每200年一变，1000年文明改变一次。人类早就知道宇宙是什么了，比如吠陀经和中国墙上的银河系。他对大一统公式有这样的一个论述，大一统公式在德国、匈牙利、瑞士众多的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某种原因被掩盖了。1900年初，英国剑桥召集了29个聪明的人，肢解了东方宇宙观，炒作牛顿，所以现在的科学支离破碎，
兜不住了。牛顿是位资料保存收集者、总结者，然而他并不懂得力学，他也缺少科学实践。力的原理来自于维度的变化，这一点我们将来在重力那一章进行分享。实在是太忙，重力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，就是没有时间真正的和大家进行分享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很快和大家进行见面。牛哥的观点可谓新颖，但是和牛顿杠上的当然不仅仅就是于哥一人。华尔街在当年有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之后，牛顿其实当时也得到了或者是受到了批判。下一个观点，释迦牟尼、耶稣，中国很多的圣书都是用自然的疗法来给人治病的。那首歌唱的香草的歌，悠悠的像歌一样，试图用口口相传的办法告诉人们遇到瘟疫该怎么办。大家听过那首歌吗？ Are you going to Scarborough Fair? OK， 一首非常让人耐人寻味的歌曲。下一个观点，人类的管理。人类的管理应该向自然界学习，由圆锥组成各种国家机构，而圆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领导者的群，不是单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就能够领导得了的。下一个观点，人类正处在大觉醒的前夜，人类马上进入航空器时代。 Oh my god， 很具体的细节我们将单开一局。刚刚总结的这几点，有的虽然离奇难懂，但其中也正是体现了对自然的尊敬。对于大自然而言，就少不了植物，而植物中被人们利用、学习和探索最多的就是被子植物。一位匈牙利的植物学家曾经说过，宇宙一定和被子植物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。被子植物在白垩纪中期突然大量的出现的现象，就令达尔文百思不得其解，因为达尔文找不到更早的被子植物的线索，也就和他所希冀的从少到多逐渐的生长发生的模式不相吻合，所以他将被子植物的起源称为讨厌的谜团。达尔文也就是当时懵逼了。被子植物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花开，它的花落，它的花香。花永远带给人们以希冀、心情和畅想。5月是地球上寒冷的北方也都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代表着美好、性爱、神秘的信仰等等含义。而大家都知道5月花号，从欧洲到美洲开辟出了一个大陆，开辟出了一个国家。那么这个5月花又都是什么花呢？举例来讲，有雏菊、月季、玫瑰花、紫罗兰、满天星、金盏花、三色堇、广玉兰等等，可谓是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。这些花都蕴含着自己的花语，这些花语都是千百年来人们积累起来的对花的认知、对世界的认知以及对宇宙的认知。从这里我们就扯出来了2000年前的我们的老祖宗。这个人我们要提一提，谁呢？张仲景。张仲景写了《伤寒论》，在其中他提到，他发誓要倾全生之力也要治疗伤寒这种病，就是指冬天发作的这种非常奇怪的病。历尽千辛万苦，拨除种种困难，他终于发明了一种汤——麻杏石甘汤。麻杏石甘汤的主要成分是麻黄、杏仁、石膏、甘草。时光荏苒，光阴轮回，于哥认为这麻杏石甘汤极有可能就是解药。于哥认为宇宙给了我们大自然的一些现象，包括病毒在内，没有什么好奇怪的，到了该来的时候人类是无法躲过的。或许它就是爱默默那艘被现代科学家称作是外星文明痕迹的飞船，或者是天体带到人间的，而它的真正的目的就是要矫正人类的 DNA。 这个我们有时间单开一局。他继续说，有真正的知识就会和宇宙相连，就不会迷茫恐惧。一棵小草，一枝小花，代表的是一个宇宙；离离原上草，
一岁一枯荣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它的生命力的强盛就像是被子植物一样，预示着它就是星际的种子。那么这个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又是什么神器？其实它就是近期著名的清肺排毒汤的根本和精髓。或许这就是解药，因为它自从古代就被认作以引为主，而引导疏通，而不是像疫苗的概念直接或有或敌直线攻防的一维模式。就像牛痘治病的方法来自于汉代治病的方法一样，这次疫情立大功的清肺排毒汤来自2000年前的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，中华医药可谓是神奇而且深厚。 Oh my god， 在这里合上了嗷嗷狠，可见印度神童讲的中华医药是有道理的呀。他说，我相信我们与自然的距离越远，我们将面临的斗争就会越多，而且地球母亲会给予我们越来越多的麻烦，我们自己的罪孽将再次的降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我们需要回到我们古老的阿育吠陀体系。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人、中国人他们诉诸于传统医学系统，诉诸于传统中药 TCM， 传统中华医学系统。在印度，我们不知不觉的在每一个厨房中使用阿育吠陀，或者是有意识的，每个人都在使用吠陀经。因此这样的人具有更好的免疫力。我们需要用天然的草药来增强我们的身体，我们需要增强身体的体魄，即使它不能够治愈新冠病毒，也将有助于抵抗疾病。看了大一统公式的万有理解和印度神童的自然疗法的观点的结合，大家觉得这个脑洞够大吗？你相信自然疗法吗？好的，今天就先飘到这里。喜欢的朋友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。独在异乡为一课，每逢孤独看飘哥 ，Joy and Peace。